大家好，最近台湾街头发生的几起随机攻击事件，我想真的让很多人心里都觉得不太安宁，对吧？今天我们不聊恐慌，我们要来聊点很实际的东西，就是实战预防。这不是要教你变成什么格斗高手，完全不是，这是一套很务实的预防跟规避策略。因为说真的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最好的自卫方式其实就是不要被选为目标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想，好不好？如果最好的防身术是让攻击者直接把你当空气，根本没看见你呢？这个想法很重要，因为它能把我们的焦点从我该怎么反击，转移到更关键的我该怎么从一开始就预防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架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生存金字塔，我们会从最底层最重要的心态开始，然后一步一步往上，聊到日常的警觉，怎么创造距离，到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。最后，我们会总结出一些比学格斗更聪明、更实用的选择。整个框架很清楚，而且每一步都非常务实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点，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不要成为受害者。那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得先了解攻击者他们在想什么。这是一切预防策略的基础。你知道吗？绝大多数的随机攻击者，他们都是机会主义者。就像这张投影片上写的，他们不是预谋要攻击你这个人，而是在找一个看起来好下手的目标。那什么是好下手的目标？就是在捷运站，在人来人往的街上，那些看起来心不在焉、很脆弱或对周遭完全没警觉的人。他们要的不是挑战，而是一个能轻松得手的机会。所以这句话就是我们整个策略的核心。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透过调整我们自己的行为，提升警觉性，让自己变成一个对攻击者来说吸引力很低，甚至会被直觉忽略的目标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金字塔的第一层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层——日常警觉。这些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日常习惯，但它们会是你最坚固的安全基础。来，我们看看这张对比，超级明显。想象一下，你在等捷运，左边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平常的样子？低头滑手机，两边耳机都戴着，对周遭发生什么事完全不知道。但在攻击者眼里，这就是完美目标。而右边呢，只是简单的抬起头，背靠着墙或柱子，保持警觉。你看，就在几个小动作，立刻就传达出一个讯息：我不是好惹的，我有在注意。你想成为哪一种人70%，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呢。研究告诉我们，有高达70%的受害者在被攻击前的5分钟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周遭环境的。这反过来证明什么？证明只要你保持最基本的警觉，抬起头来看看四周，就已经大大降低了你被选中的风险。这个投资报酬率可以说是非常高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到金字塔的第二层。假设你已经提高了警觉，但还是感觉到好像怪怪的，可能有人一直盯着你看，或者用很奇怪的方式靠近你，这时候你该怎么办？请大家记住这3个生存标准，顺序非常重要。黄金标准永远都是跑，没错，就是跑，尽可能拉开你跟威胁之间的距离。如果跑不掉，那就进入白银标准，利用屏障。如果连屏障都没有，那才是最后的青铜标准，使用盾牌。这一点非常实际，就像投影片上的例子，如果你感觉被跟踪，不要犹豫，立刻走进旁边灯火聪明的超商或人多的地方。攻击者只用看到店里有人，有监视器，多半就会摸摸鼻子走掉。这就是很聪明的利用改变环境来化解危机。记住，千万不要给对方把你单独孤立起来的机会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金字塔的顶端，第3层，这可以说是万不得已最坏的状况了，也就是当你跑也来不及，找屏障也来不及的时候，最后的手段。这点请大家务必记在心里。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，你做任何反抗的唯一目的，
不是要打赢对方，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几秒钟的空档，让你能转身逃跑。我们的目标是活下来，而不是打赢。你可以看看自己身上或周遭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立刻拿来用的盾牌。一个厚背包、公事包，甚至一件厚外套或是一把雨伞，都能很有效地帮你挡一下缓冲攻击。重点是用这些东西去承受第一时间的伤害，而不是用你的肉身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巧，就像图上画的，当你用背包或外套当盾牌的时候，不要傻傻的去挡那个刀刃本身，因为它很可能会被刺穿。更有效也更安全的方法是，用力的挥击对方拿着武器的那只前臂，去破坏他的平衡跟攻击节奏。只要他停顿了那一秒，你就要立刻转身快跑。那万一你真的完全来不及，连拿东西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办？这就是你唯一要记得的保命动作 ——X 型格挡。就像投影片上这样，两只手的前臂交叉护在身前，这个动作可以保护你最脆弱的头部跟脖子，帮你争取到最关键的那1-2秒反应时间，让你从惊吓中回过神来，准备下一步的行动。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，比格斗更聪明的选择。这里的重点是，我们要彻底把心态从一个斗士转变成一个幸存者，然后准备一些真正实用的工具。这张投影片的对比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可能被电影影响，心里抱持的是左边这种斗士心态，想着要怎么空手夺白刃，怎么制服对方。说实话，这在现实中非常危险。我们应该建立的是右边这种幸存者心态，你做的所有行动都是以活着离开现场为最高指导原则。说真的，与其花大钱去学一些很复杂的武术，这些工具跟技能在关键时刻可能更有用。一个高分贝的个人警报器，一拉开，那个声音尖锐到不行，不只可以吓跑攻击者，还能立刻吸引周遭所有人的注意。同时，我真心建议大家去学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，比方说怎么用止血带，这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非常重要。最后，我们用这张表格来总结一下今天的3层预防策略。从最底层的警觉，目标是避免被选中；到中间的规避，目标是创造距离；再到最顶层的防御，目标是争取逃脱的机会。这个架构很清晰，也很好记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观念放到心里。提高警觉，真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活在恐惧当中，恰恰相反，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有自信。台湾整体来说，还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我们学习这些，是透过做好准备，让自己能更安心、更有信心地去享受生活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。最后，也请你想一想这个问题：从今天开始，你会想要改变哪一个小小的习惯，让自己变得更安全呢？